彭博社发表中国断航导致全球旅游业损失1300亿美元为题的报道，又一次将国际旅游业恢复缓慢乃至全球经济疲软的大黑锅扣到了中国头上。在分析中国出境旅游的同时，彭博社还不忘暗戳戳地引导报道的受众联想到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出人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受到外国人的追捧，许多观众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并未衰落，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敌视。那么彭博社的报道是否属实？中国人真的没钱出国了吗？2023年8月，法国尼斯报报道了一则小趣事，一位意大利富豪在当地用餐后遭到了服务员的辱骂，这名服务员一路追着他从餐厅骂到了停车场，原因仅仅是富豪给的小费没有达到服务员的心理预期。事实上，这位富豪已经在餐厅支付了500欧元的天价小费，折合人民币近4000元。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这笔费用都能称得上豪横了。可在服务员看来，对方至少应该支付1000多欧元。因为当地默认的服务费是账单的 20%， 提供服务并收取小费无可厚非。可这名能追着顾客骂到停车场的服务员显然不止这8000人民币。就在许多中国媒体把天价小费解释成西方传统，说服中国游客做顺从的羔羊时，欧洲人已经不愿意到本国和周边国家旅游了。法国小城圣托佩是享誉世界的高端度假地，天价小费等收费名目在这里见怪不怪。可圣托佩市市长也对这些西方传统深恶痛绝，这些行径抹黑了小城的形象，令人恶心。欧洲的另一个旅游大国意大利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在古罗马时代，每年8月15号是意大利人庆祝农闲、赞颂奥古斯都的节日，这一天被称为八月节。时至今日，八月节依旧是意大利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企业会在节日前后歇业1周左右，人们也会在这段时间外出游玩。意大利本就是世界前列的旅游业大国，但 CNN 给出的数据显示，2023年8月节期间，前往国内度假地度假的意大利人只有1400万，较往年减少了30%。不是意大利人不愿为本国旅游业添砖加瓦，实在是意大利的旅游消费连意大利人自己都承担不起。2023年夏季，意大利各个热门景点的旅游成本上涨了 130%。同等条件下，去南欧的阿尔巴尼亚、黑山等地游玩一趟，费用还不到意大利本土的一半。这些地区已经成为意大利游客的新宠。价格虚高本就是欧洲旅游业的一大槽点，近年来愈发严重的宰客行为更加反映了当地从业人员能捞一笔是一笔，不惜透支行业声誉的心态，而透支本就是利有不逮的表现。使整个行业利有不逮的不仅仅是居高不下的价格。2023年6月底，一名阿尔及利亚人遭法国警察枪杀的事件引发了当地少数族裔的不满，短短几天时间演变成一场蔓延至全法国的大骚乱，许多暴徒趁机打劫商店，伤及无辜。由于事发突然，骚乱高潮时还有许多游客没有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威胁。6月30号，一辆大巴车在法国马赛遭到暴徒袭击，车上41名中国游客中有5人被暴徒掷出的石头砸伤。仅仅半个月以后，美国也发生了危害中国游客人身安全的事件。2023年7月14号，一名中国女性前往美国与男网友奔现，却在1周后与亲友失去联系。直到10月初和10月中旬，美国警方才在戈壁滩里分别发现了2人的尸体。这名女性原本打算在网友的陪伴下游览南加州的名胜，却在网友的怂恿下冒险前往沙漠探险。水和应急物品准备不足是导致2人身亡的直接原因。而事后的调查则发现，这名男网友不仅是美军特种部队成员，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和心理障碍，曾经因为攻击他人受到过轻罪判决。频繁发生的事故表明，无论是跟团旅游还是单独出游，欧美都不是人们此前印象中那个安全舒适的旅游目的地。随着当下欧美各国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在当地遇到危险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理性出游成为基本常识之后，这些地方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也就大大降低了。当然，旅游这件事不仅取决于目的地的吸引力，还要看游客本身。自近代以来，西欧和北美一直是先进的代名词。清末民国的有识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同向西方学习的观点。改革开放以后，也曾刮起过一股重洋风。欧美有数不尽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这一点无需讳言。但真正让西方成为中国人心之所向的，还是这层先进繁荣的滤镜。1981年1月7号，中国飞往美国的民航航线正式开通。这条全长 1.58 万公里的航线连接了北京、上海、旧金山、纽约4座城市。这一年恰好也是第一批高考生毕业的年份。中国公派留学生数量从此前的几百人、1000人一下子暴涨到了2925人。此后，自费留学和探亲旅游的限制逐步放宽，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出国热。到90年代后，出国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有较大难度，但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90年代，葛优、徐帆等人成了贺岁电影当中的常客。那些年，他们主演的《大撒把》《没完没了》《不见不散》等电影，生动形象地还原了当年的出国热潮。为了去美国，《大撒把》中的顾言妻子可以抛弃家庭，为了留在美国；《不见不散》中的李青不惜放下身段给人做保姆。那时的中国人为了一个出国的机会，可以放下一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的生活不尽如人意。即使无法加入移民大军，能出国看一眼外面的世界，也足够跟亲朋好友炫耀好几年。可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得以了解欧美的方方面面。经过一番热切的探索，人们才发现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也不是完美的世界。2014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次首次突破1亿，并且此后多年仍在高速增长。但促使国人出国的因素变得多种多样，学习、工作、旅游、探亲访友等目的取代了之前对外国的盲目向往。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中国游客成了全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动力来源。中国人在外国一掷千金的新闻屡见不鲜。中国准备以全新的姿态拥抱世界，可西方的思维却还停留在冷战时代，一边收下中国游客送来的财富，一边继续鼓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自2000年美国学者罗斯基质疑中国 GDP 算起，新时代下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延续了20多年。可中国非但没有衰落，反而一步步实现了对西方的赶超。除了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一无所获。2023年，中国 GDP 总量126万亿元人民币，增速为 5.2%， 出境人数 4.24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266.5%。尤其是下半年的数据已经恢复到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这些数据不仅足够驳斥中国崩溃论，也证明这次彭博社的言论有失偏颇。中国断航导致全世界旅游业损失1300亿美元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跟，遭受损失的只是一直对中国不友好的西方世界。那这4亿多人次的出境人数都去了哪里呢？2023年年底，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大使祝善忠向媒体分享了一组数据。2023年前3季度，全世界国际旅游人数共计 9.75 亿，已经恢复到2019年的 87%。中东成为旅游目的地中的黑马，游客数量比2019年还要多出 20%， 是唯一一个超过2019年的地区。东南亚的游客数量也恢复到了2019年的 62%。考虑到这一地区重新开放的时间比较晚，这样的数据也足以令当地从业者重拾信心。而这两个地方除了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公民可以凭借普通护照在许多地区内国家申请免签或落地签。2024年伊始，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又先后颁布了新的入境政策，对中国公民的优待力度进一步加大。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免签，泰国则从2023年9月延长免签时限后，又确认从2024年3月起与中国实现永久互免。相比之下，欧洲则只有塞尔维亚、白俄罗斯、波黑、圣马力诺4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免签，且附带一定的额外条件，另有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对中国公民免签。仅有的这几个对中国免签的国家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独立于1991年，波黑于1991年至1995年波黑战争中建国，圣马力诺1992年加入联合国，塞尔维亚在2006年才宣布继承前身塞黑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他们都是90年代至21世纪初建国的新兴国家，并且至今没有被传统欧洲中心接纳。且不论物价水平等其他因素，单是在免签政策这一项上，东南亚、中东和老欧洲对待中国游客的态度就有天壤之别。而当下中国游客对不同国家的回应也各不相同。早在2023年1月，泰国就开始霸占国内出行软件中的出境订单数量榜首位置。受到缅北局势的牵连和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泰国一度没能守住榜首位置，不过依旧高居前列。随着2023年9月和2024年1月，泰国政府接连2次调整免签政策，赴泰旅游相关的互联网搜索量再一次暴涨。2023年至今的另一个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是新加坡，目前中新两国航班还没有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但新加坡一家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国自11月起已经取代泰国登上中国游客计划出境目的地榜首的位置， 17.5% 的游客有前往新加坡的计划。而整个欧洲加起来也才只有 14.3% 的游客选择。曾经的大热门美国如今只剩下 5% 的热度，差点跌出前10之列。中国出境游市场的现状是各个东南亚国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中东国家不再小众，欧美国家辉煌不再，西方国家一天不转变心态，西方媒体口中的损失就将持续一天。苏联的大清洗到底有多恐怖？68万人被处决，
130万人被逮捕，上百万人被强制流放到寒冰刺骨的北极圈。这就是苏联第2任领袖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事件。那么这场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清洗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它又对苏联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于1924年1月21日，苏联的开国领袖列宁突然离世。此时的苏联已经进入了权力的真空期，急需一个新的领导人来上台引领苏联。而最令人瞩目的权力争夺便发生在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段逐步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最终在1929年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失败的托洛茨基则被斯大林赶出了苏联，从此托洛茨基开始流亡海外。自此，苏联开始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在斯大林坐上领导人宝座后，他其实并没有想要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清洗行动，但是接下来的一系列变故彻底点燃了斯大林心中的怒火。斯大林在上任之后就开始对苏联的工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苏联本身的工业基础就十分薄弱，为了快速发展工业，斯大林便对人民采取强制征粮的政策，对农业的发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农业生产的不断落后导致粮食供应短缺，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尤其是在1932年乌克兰地区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大饥荒，据统计有至少5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中。经过了这场灾难过后，使大部分农民心生不满，怨声载道。然而苏联的高层却对这些受难的人民置之不理，这便导致了很多的反动势力趁机揭竿而起。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便是基洛夫，他曾是被斯大林钦点的苏联未来接班人。在1933年的苏共会议上，斯大林开始表示要用武力清除这些反动派，从此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但是作为反动势力的主导者基洛夫却表示强烈反对，他甚至还当众批判斯大林的一系列的政策。他表示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不合理的。在基洛夫演讲完之后，会议室里竟然爆发了持续数分钟的掌声。对此，斯大林表示非常的愤怒，还没等会议结束，他就匆匆地离开了。于1934年，苏共17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大量反动势力决定推举基洛夫为新的领袖，彻底取代斯大林的位置。但是基洛夫却当场拒绝了这些人的提议，因为他是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完全没有理由与其发生冲突。但是这些反动势力仍旧不依不饶地批判斯大林，这便让心生不满的斯大林更加的愤怒。就在17大会议后不久，于1934年12月1日傍晚，列宁格勒市第一书记基洛夫突然被一名刺客击中头部，当场毙命。据调查，这位袭击的刺客竟是来自乌克兰境内的官员。然而基洛夫的此次暗杀和随后的阴谋论为斯大林提供了针对反动派的打击行动。随后，苏联的大清洗计划正式开始。斯大林最先修改的是苏联的宪法制度，从今往后，凡是刺杀事件，务必在7天内查清，如果凶手落网，则必须马上执行枪决。简单通俗的说，就是马上抓、马上审和马上杀。不管你是多大的职位和任何的原因，只要一经逮捕，基本上都是难逃一死。在枪决完暗杀基洛夫的凶手后，随后斯大林就开始把矛头指向了他的政敌们。首批遭到清洗的便是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反对斯大林政策的反派领袖，特别是托洛茨基，他曾是斯大林以前最大的政敌，即便是托洛茨基流亡海外，也没有逃过被斯大林暗杀的结局。在托洛茨基身亡后，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也随之被写进大清洗名单中。1936年，他们被斯大林送上军事法庭，并被指控了犯下了叛国和谋反等诸多罪行。一个随意捏造的名词就能置人于死地。审判结果的第2天，死刑便被火速执行，这样风驰电掣的执行效率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仅仅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开始。1937年，斯大林启动了更为残酷的库拉克行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成为了首个清洗的目标。仅仅用了2天的时间，就有数十万的反动派人员被逮捕，他们被按上了各种罪名，被处以极刑。此次行动过后，整个苏联都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中。然而这场行动并未让斯大林的大清洗计划结束。1936年12月，斯大林下令叶若夫为苏联的内务部长，拥有先斩后奏的至高权力，从苏联的高层将领和高级官员开始，陆续向下波及，只要是思想觉悟未能端正，都会被安插上各种罪名，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会在短短的24小时内被执行枪决，甚至有很多无辜的作家和平民也会被流放到寒冰刺骨的北极圈附近。此次清洗行动使整个苏联上下人心惶惶，在叶若夫的肆意妄为下，不到1年的时间，就有130万人被判刑，其中超70万人被枪决，1700名党代表有1220名被杀，全国仅有的5个元帅被枪决4个，62个军长47名被杀
120名师长85名被杀，以及4万名苏联党员被杀，海军军长以上官员全部被杀。这样史无前例的大清洗让斯大林意识到自己的国防力量已经严重衰退，整个社会在大清洗的重压下已经摇摇欲坠。于1938年5月，斯大林终于停止大清洗计划。这场表面上是清除反对势力的运动，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官僚主义的计划。这场骇人听闻的大清洗计划对苏联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大量的高级军官和政治精英被清除，使苏联的国防力量遭到严重的削弱。这便让德国的元首希特勒察觉到了入侵的时机。于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入侵苏联。纳粹德国共出动500万兵力，兵分3路，以闪电战的方式发起入侵。由于缺少优秀的高级指挥官，苏军被打得一路节节败退，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就被德国纵深了500多公里，更是差点让德军攻占首都莫斯科。虽然德国获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是在之后的时间里，苏联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成功阻挡住纳粹德军的攻势，并在1945年配合着英美盟军的反击，彻底攻占了纳粹德国，成功获得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是苏联也损失了2960万人口，有近400万的人员失踪，超5000万人受伤，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如果没有大清洗计划，苏联可能就不会损失这么惨重，无数的将领和高层人员在大清洗中被剥夺生命，这些无法改变的历史伤痕都会被刻在历史的卷轴中。对此你怎么看？